在移动计算彻底融入生活的现代，笔记本电脑在全球个人计算机市场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然而，在40多年前，个人电脑刚开始走入人们视野的时候，计算机的形象从来就是一个大块头。直到 Epson HX20 的出现，笔记本计算机的形态才逐渐开始演化。然而，它在商业上并不成功。那么，世界上第一款商业成功的笔记本电脑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好，我是 Wells，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TI-S80 Model 100，制作一个现代复刻的同时，尝试让它与现代系统通信。在1980年代初期，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随着计算机成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逐渐产生了移动计算的需求。就这样 Osborne One 诞生了。可它像行李箱一般的体积和重量，说实在的并不便携。如何能把计算机变得更轻更小呢？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开始推行电子立国，快速提升了半导体制造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精明的日本厂商开始利用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将一些电器小型化，并成功占领了西方的市场。于是，一些日本厂商就盯上了便携计算机这个新兴市场。1981年 Epson 推出了 HX20， 这是目前通常认为的第一款笔记本电脑。不过，由于过小的屏幕和扩展性不强，没有获得市场认可，在全球市场销量不佳。HX20 和当时其他电脑一样，内置了微软 Basic。时任微软日本总裁的西河彦参与了开发。1年后，另一家公司京瓷也准备开发便携电脑。西河彦发现他们准备使用能够显示8行40个字符的液晶显示屏。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比尔盖茨。盖茨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亲自参与项目，和京瓷的工程师杰伊铃木一起完成了固件的开发。京瓷的新电脑 Kyotronic 85上市了，它使用了 80C85 作为 CPU， 这也是它被叫做 Kyotronic 85的原因。Kyotronic 85销量一般，但大洋彼岸的 Tandy Radio Shack 找上了门。Tandy 想通过它旗下遍布全美的 Radio Shack 门店来销售这款电脑，以夺取移动计算的细分市场。他们与京瓷达成了合作，京瓷为 Tandy 制造这款电脑，并以 TI-S80 Model 100的名称在北美销售。为了符合北美用户的需求， Tandy 和微软的团队基于 Kyotronic 85的设计进行了修改。据盖茨回忆，这应该是他作为工程师编写了很大一部分代码的最后一款产品。现在在网上还能看到比尔盖茨当年使用过的这台 Model 100的照片。1983年4月26日 TI-S80 Model 100上市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全球市场共销售了600万套。它也被认为是第一款商业成功的笔记本电脑。事实上 Model 100的 CPU 并非是 Z80， 而是 80C85， 严格来讲，它更应该被称为 TI-S85 才对。在后续推出的更新版本 Model 102时， Tandy 弱化了 TI-S80 的品牌，直接称其为 Tandy 102。 Model 100在 Kyotronic 85的基础上，针对市场需求对功能进行了取舍，去掉了闹钟功能，增加了光笔输入，可以直接刷条形码，内置了 Modem， 让它具备了通过电话传输数据的功能，增加了 ROM 扩展槽，使其可以运行定制 ROM， 可进一步被定制化。同时还换用了更坚固的塑料来制作外壳，这使得 Model 100深得市场的认可，尤其在新闻行业，坚固稳定的机器能够让记者快速发回报道，几乎成了行业标配。京瓷公司为了开拓市场，除了与 Tandy 合作外，还与其他公司合作推出了贴牌产品。在日本 NEC 的 PC8201 比原版的 Kyotronic 85更为畅销。为了开拓欧洲市场，授权 Olivetti 重新设计了外观，推出了 M10。它有着一块可略微翻起的显示屏，大大增加了屏幕的可读性。就这样
Q-Tronic 85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重新定义了移动计算，让便携电脑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我收藏了一台 TI-S80 Model 100和一台改进型 Tandy 102，它们和所有的 Q-Tronic 85的衍生品一样，都有着标志性的能清晰显示8行40列字符的 LCD 显示屏，以及手感舒适的标准间距的56键机械键盘。在主机右侧是电源开关和对比度调节旋钮，后侧则有串口、打印、磁带接口。如果是北美版的话，还有内置 modem 的电话接口。左侧是一个光笔接口，可以用来扫描条形码快速输入。在主机的背面，则有一个 ROM 扩展槽和系统总线接口。电池舱内的4节5号电池可以提供20小时的续航。让我们了解下 Model 100的电路设计吧。电路板分成了2部分，一块是负责驱动液晶屏的显示板，上面有10颗列控制和2颗行控制芯片。在主板上则有 CPU 80C85、串口通信芯片 D36402C、I/O 控制芯片 81C55、内存模块和存放了微软开发的固件的 ROM 芯片。而作为改进型推出的 Tandy 102的主板略有不同，它简化了设计，使用了很多贴片元件，在提供相同功能的前提下，降低了成本，缩小了体积，减轻了重量。再来看一下软件，软件以列表的形式呈现。Text 可以作为自处理软件，是记者最常用的功能。Address 是通讯录软件，可以方便检索联系人信息。Schedule 可以作为日历使用。Telecom 则是电话和串口通讯软件，可以提供数据交换或网络连接。最重要的 Basic 则可以提供编程环境以及文件、设备管理等基础的操作系统的功能。对了，我写了一段 Basic 程序，运行一下试试。我时常在想，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是贝壳式的翻盖设计。如果现代的技术采用了 Model 100这样的复古设计，会是什么样的使用体验呢？其实市场上也有过类似的产品，比如 Clockwork 的 DevTerm， 这肯定参考了 Model 100的设计，但它为了便携性牺牲了键盘的舒适性和实用性，使得体验大大下降。我曾经也在2021年用树莓派制作过一个使用机械键盘的粗糙的原型 Term64 Model 21，但使用时因为固定的屏幕角度体验一般。这次我想参考 Olivetti M10 的翻转屏幕设计，为 Model 100再重新设计一个现代精神的传承。我准备用树莓派5来作为计算核心，供电的部分准备了3块3000毫安时的动力锂电池，键盘则沿用之前的设计，依旧使用 40% 的机械键盘，并会配上我最喜欢的有段落感的轻轴。显示屏依然使用 1280x480 的条状屏幕，同时支持触摸。虽然纵向分辨率有些低，但这是还原 Model 100外观的不得已选择，足以应对大部分的应用。除了硬件的组合要复刻 TI-S80 Model 100的外观，那就离不开 3D 打印了。这次拓竹提供了一台刚上市的拓竹 P2S 给我使用。这台 P2S 还配备了 AMS2 Pro 多色打印系统，装料换料都很方便快捷。升级后的5寸触屏操作起来也非常直观。还支持烘干功能，这样回南天的时候也不用发愁了，可以大大提升打印的成功率。烘了一会儿，湿度就明显下降了。趁着烘干材料，先完成外观的模型设计吧。屏幕的铰链部分是一个难点，如何能让屏幕能轻松翻起，又能稳稳停留在某一角度呢？我先设计了铰链的原型，先做了个大的。
感觉强度和阻尼感都不错，然后又做了一个小一些的版本，应该问题不大。那就把剩下的设计完成吧。模型设计完了，开始打印。P2S 的256×256毫米的打印幅面让我可以一次性打印较大的外壳。为了和 Model 100保持一致，我选择了拓竹的黑色 PLA 耗材来打印底壳。铰链的部分，为了获得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阻尼感，需要选择拓竹的 PC 材料进行打印。PC 材料推荐使用官方的光面打印板配合专用胶水来打印，这样能使基座固定，避免打印时出现炒面。上盖的部分还是使用白色 PLA 材料。好啦，完工！得益于 P2S 的零机挤出机和自动流量校准技术，打印的精度和质量非常高，手感也很棒。开始组装吧。完成了，不过是不是还差点什么？是的，和 Model 100一样，我们还要给它在屏幕的右侧制作一个名牌。我把这款设备命名为 Term 64 Model 25，在拓竹切片软件 Bamboo Studio 中对模型进行分色，选择不同的材料。P2S 就能通过 AMS2 Pro 自动换料系统打印出多色的模型，太省心了。来看下全貌吧。我把这个项目的所有模型和设计文档都开源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GitHub 下载。好啦，开机试试。可以启动了，但屏幕是翻转的，还需要调整下显示方向。OK， 试着上个网吧。看上去效果不错。TI-S80 Model 100在40多年后遇到了它的精神继承者，但是他们能说上话吗？
Model 100的 RS232 串口带了强大的扩展性，可以通过 USB 串口线来连接 TRM64 的 USB 口。USB 转接线是 D19 接口，需要做一个转接 DB25 的转接头。虽然串口协议一共有9根信号线，但是最简单的串口通信只需要连接其中的3根。至于制作转接头外壳的工作，就继续交给 PRS 吧。好了，但还要在 TRM64 上写一个服务程序，才能实现和 Model 100的对话。好了，试一下吧。Model 100进入终端模式 ，TRM64 启动刚才写的程序。界面的背景是我拍摄的 Model 100的实际画面，很不错吧？通过串口协议，输入的文字能实时显示在对方的屏幕上，实现互相对话。1983年的 Model 100收到了来自2025的问候，这不是理工男的浪漫吗？除了聊天对话还能做什么呢？还记得我之前给 IBM PC 5155做的 AI 翻译 Modem 吗？这次大可不必了，可以直接用2025年的 TRM64 来帮助1983年的 Model 100翻译来自 DeepSeek 的信息。来试一下吧。比尔盖茨一定想不到，当年他的第一款笔记本电脑在复制品的帮助下，连接上了21世纪的人工智能。TRM64 连接了过去和未来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最后，试着来问下 DeepSeek 是否知道这回打造了 TRM64 的拓逐的相关信息吧。
Acknowledged. Yes, sir. Acknowledged. Affirmative. Building. Moving out. Acknowledged. Yes, sir. Affirmative. Yes, sir. Construction complete. Construction complete. New construction options. Yes, sir. Moving out. Acknowledged. Acknowledged. Moving out. Affi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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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out.